城城主的原身竟然是一条黑蛇啊！你说，他化为人形时会不会也是这么威风？我看你又打人在修为的主意了吧？别被人听到。哎，那领头攻城的竟然是个小白脸，长得还挺英俊的。说定了啊，人归你，蛇归我。哪儿跟哪儿啊？这黑蛇城主可真厉害呀！短短10日，已经快将这魔域10城拿下了。那可不，毕竟这东城主的背后是先府老祖宗司马交。他是司马交？不可直呼慈藏道君的名讳。本来以为是许日良缘，没想到你是冤家路窄啊！这司马交不该是个青面獠牙、身高2米8的大魔王吗？啊，怎么一副小白脸的模样？兄长，千度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都是那个司马交，让我如今苟且偷生啊！你呢？你这一路过来，想必也遭遇了很多艰险吧？我在路上一直躲避魔修的抓捕，在途中听说司马交已经杀进鹤仙城了。哼，来得真快呀！司马交融合了新生灵火，比当年更强大。他这一路上杀了我们施家不少族人，相信很快就会找到你我了。千度，司马交再强，如今他也敌不过我们手中可以制衡他的法宝。兄长说的是廖廷燕？对。这大清早的，你在干什么？爹，女儿昨晚梦到兄长，心中愤懑，恨不得现在就去找司马交杀之而后快。为父的努力，总算是没白费啊！爹，女儿现在功力大涨，恐怕会伤到你，可否让女儿出去输出筋骨？去吧，莫要在外边搞出事端来。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。看来是让我糊弄过去了。昨晚这噩梦，怕也是爹的手笔。他满心满眼都只剩报仇了。这个璎珞项圈，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。廷烨，廷烨，廷烨！
师祖，贺仙城城主要设宴款待咱们，您去还是不去啊？不去。那我也留下来陪师祖好了。你别在这里烦我。师祖，您莫要担心，我们攻打贺仙城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我又露了真身，我相信，廷烨应该很快就会找上门来的。可我最不擅长等待。我可是最擅长苟住了。简直想现在就带我爹去古雨屋躲风头。哎，别动！这长哨随处可见的，你这么在意他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他对我挺重要的。如今对我重要的，便是赶紧攒够钱，带我爹去古雨屋。不如这样吧，剩下的钱我来出。我那点积蓄全部都给你，应该大差不差了。然后我们一起走。你不是一心想要修复你的修为吗？你怎么也想着避世了？哎呀，在这个声色犬马的地方呢，提高修为只是为了自保。况且，若不是我身子骨弱，我是不会留在这里的。你要是把赎身的钱给了我，怎么离开这儿？那攻过来的东城城主不是一条黑蛇吗？只要搞定他，我看到时候谁敢阻拦我离开这胭脂台？行，我这就去说服我爹，这钱我日后慢慢还你。跟我说这个生分了不是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我杀人了，我错了，能不能别这样对我？太吓人了，能不能别让我一遍遍想起来了？不行，我要去做点别的事情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，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见我？周围没有他的气息，难道他走了？师祖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廷烨让我不要跟着他，他只说要把雷鸣山谷抓来的衍生虫派上用场。闻起来这么香，我却一点都吃不下。司马椒，我之前在一本游记里看到说有种隐生虫能够钓飞鱼，我便偷偷收集了它，想着我可以为你钓鱼吃。那便一起尝尝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一直与我置气吗？
如果你对我来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祖，我是不敢跟你置气的。可你不是了，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安宁的日子很是珍贵，我不该与你争吵的。这话说的我们好日子不多了一样。自然不是。下午没睡好，困。那便睡吧。听言，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这天下之事，没有一件能让我畏惧。但我现在一想到，你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稳住！别害怕，是梦。不是吗？这是我真实见过最恐怖的事情。我曾经在自己的灵府里见过尸山血海，也见过无间地狱。竟不知一个人会因为杀一只畜生而遭受如此折磨。你拿我的害怕当开眼界了？自然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枕着这个入睡，凡是做梦，都会是美梦。这么神奇？这个枕头不像看上去那么个人，还挺舒服的。我今晚也进灵府陪你。这是什么香味？像是甜食的味道。
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来，大家一起祝师姐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啊，来，生日快乐！你们干啊，我随意。好，来，天言徒儿，咱们把蛋糕分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盘子。娇娇，快来呀，给你留了蛋糕。早安，娇娇。做了个好梦吗？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我梦到了师父、师弟们给我庆祝生辰，还有你，我们一块吃了蛋糕。我想到之前跟我家里人在一起的日子。看来这玉枕效果很好。这么有用，你为什么自己不用啊？我拥有特殊的能力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不少的法宝和灵药都对我无用。这只玉枕亦是如此。幸好有我，你等我用这个枕头调节好了心绪，就能继续在我的灵府里休息啦。但是这上面为什么要雕一只野猪啊？野猪？这玉枕上刻的是梦墨，它能识梦。这是传说中的梦墨？区区梦墨，怎么还称得上传说呢？我没见过嘛。那等我归来，我带你去看梦墨。你今天有什么要事要忙吗？没错，去搞事业。我会吩咐念九在这里陪伴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踏进内府中心半步。好。这个璎珞项圈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我寻来了雷氏至心炼化塔。以后就算遭遇雷劈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坏。我们这才从雷鸣山谷出来没几日，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练好了，厉害！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，即使是你遇到像诗千缕那样的高手，就算你躺着，对方用尽全力，也要打半天才能破坏。那破坏之后呢？在那之前，我就会找到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没人能伤得了我。瞧给这祖宗厉害的！啊？我是说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
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用听，我能猜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身上还有另一缕司马氏的血气，是那供养灵火的人让你带我去找他。血雾阵，用凤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。看门狗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次灵火果然在此处。
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，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欲生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。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！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，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：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娇儿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娇儿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，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，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，
死了，不好，司马恶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施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施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施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施拥有伙同他的弟子石千缕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石拥有与石千缕暗中打造了百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簇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10000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千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家里又快没吃的了，干完手上这票，还得去找点活干。东城路远，早去早回，路上要小心谨慎，莫要伤了自己。知道了，爹。切记，不要暴露了身份。您放心，我这身打扮，为的就是隐藏身份。你莫要嫌为父啰嗦。现在仙魔屏障的破口已经被修复，那就说明司马娇已经苏醒了。他这就行了。所以为父担心他会找到你。如果他先下手，那你就有性命之忧。燕儿，你要是听到任何有关于司马娇的消息，定要找机会拿下他的性命。爹，您说过很多遍了，司马娇是我施家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可现在仙魔两界刚刚打完仗，他也才刚醒，
不会那么快找到咱的。在太尉山，你失去了记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司马教的手段有多么的卑鄙。他为了牢具先父霸主之位，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将忤逆他的人赶尽杀绝。想当年，我们施家也拥有着不输于司马一族的能力，被他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太尉山一战，就是他灭我施家的完美杰作，让我们施家从掌门的士族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。况且如今魔域又在肆意的抓捕先府之人，食其内丹，我是不得已才闭门不出，枯坐在家。爹，那司马教再怎么厉害，您不还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把我救出来了吗？那是以牺牲我儿珍续的性命作为代价的。对不起，爹，女儿说错话了。兄长以性命换回女儿一线生机，女儿自然铭记在心。还有爹，你也是，因为女儿才变成这副模样，女儿不会忘记您的养育之恩，所以这才努力赚钱，争取早日带您离开这魔域。我不用你带我离开魔域，我要你伺机杀了司马娇。但凡爹有点能力，都不用麻烦你去报仇。你懂了吗？把这个戴上，这个面具可以掩盖你的气息，让司马娇没那么容易可以找到你。这都是为了你好，才替你着想啊！今夜月圆，正是洗髓的大好时机。可不可以不洗髓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就对司马娇束手无策了。哼，燕儿，倒不如这样吧。你把爹爹也交到他的手里，也兴许他能给你留一条生路啊。女儿知道了，女儿会早点回来的。一天天饿得连走出这鹤仙城的力气都没有，还想着复仇。除非司马教那个大魔头自己跑到我面前来送死，否则我才不去送人头。不然下场可能跟你一样吧。师祖，如何？为何感受不到他的踪迹？难道是被什么掩盖了起来？但总归他还活着。说好了啊，这顿得你请。自然自然，15块魔石呢，没有你的帮腔，我也挣不了那么多。是啊，要是我们那抠门的老板娘知道我们俩假装不认识，还联手抬价的话，那我估计她得气死。红罗，
你往日从不杀人，今日那二公子怎么回事？他杀了我在胭脂台的姐妹。我本来就只是想多吸他一点阳气，让他难受一点就算了的，谁知道他竟还有力气对我动手。我一气之下就……这样已经算是便宜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怕，都解决了。这地方尽是些阿杂事，鹤仙城也就名字好听，根本不适合久居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带你，还有我爹，我们去古雨坞，自在逍遥一辈子。古雨坞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地方，我还未曾听过有人去过呢。依我看，都是一些骗小孩子的把戏罢了。你有所不知，我在黑市上听到过准确的消息，古雨坞确有其事。只是他疏通的门路代价极为高昂，需要2000魔石呢。是，所以你才这么辛苦的赚钱。但你不是说你其实不是石燕吗？你是从什么其他的世界过来的？虽然我也不能完全听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的爹总归不是你的亲爹嘛。但他毕竟养了我那么久，况且他的确救过我。你身上似乎有仙府之人的气息，不如把内丹交出来，给哥几个下酒。爹，燕儿，你快走，我拦住他们。不，我要跟爹一起。你走啊！走！爹，你身体这么差，以后不要为我逞强了。我已经失去了真虚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自那之后，他那双腿就废了，我不能弃他于不顾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趁这次事情办得漂亮，我引荐你来我们胭脂台做事，就如风起那般，做个护院呢，如何？月月都有魔石拿，这样不是离你的目标更进一步了吗？有你这朋友真好，咱俩谁跟谁啊？当年老板娘捡到我的时候，我神识受损，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，父母是谁。不过有你这样一个知心朋友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我不支持你支持谁去啊？有你真好。念九，你跟了我多少年？啊？怎么算，也有400年了吧？那也是时候该自立门户了。择日不如撞日。这地方虽小，但可作为你的发迹之处。师祖，念九从来都没有动过那些心思。念九愿意永远陪着师祖。这由不得你。你去把这东城打下来，我要用我的方式告诉他，我来找他了。这样一来，便就是一举两得，既方便我们寻找庭燕，又可以为那些仙府的流民提供庇护之所。师祖，您真英明。魔主今年要求的贡品数目又变多了，魔主力量无人能敌，咱们只能乖乖听他的命令。外面什么动静？城主，不好了！有2个不知底细的人突然闯进了城主府，把我们的人都给制服了。你们几10个人打不过2个人，
什么人这么狂妄？带我看看去。把这东城交出来，我们就替你们应付你们的魔主。先将我兄弟放下来，我考虑考虑。如何？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师祖，魔相已降，东城无主，您来主持大局吧。你来定。被当作繁衍的傀儡，被人算计着过活，是何样滋味？我还算是活着的吗？其实我装作沉迷于风月场的浪子，家里那些人还是不愿意放过我，我早已于死无疑。活得非人非鬼，不过一句行尸走肉。你宁愿活得窝囊，也不愿意死得有尊严。说的轻巧，我也想一了百了。但死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？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，你不会明白。待所有事情结束，我替你了结这一切。那这样便是最好。啊，所以说，师祖想要制造严家的动荡，将严老爷提前引回来。师祖制定计划，我呢就跟着执行。这可是个大项目，我估计短时间之内，像咱们这样逛逛吃吃的日子就没有喽。哎，庭烨，你又开始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了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哎，那个饰品好好看，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再换一个。哎，这个好看，是吗？那人是叶入灵，我看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他身旁的女子怎么看着像是廖廷艳？廖廷艳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走，去看看。这两个比的话，选哪个呢？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庭烨，这个簪子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你再帮我选选，我去就回。啊？糟了，施家的人。
苍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暗自跟来的话，估计等不来姐姐告知廖天还活着的消息吧。你用萤虫跟踪我，苍兰，你不要对廖廷燕出手，我相信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的。如此心慈手软，还谈何拯救族人？叶如灵，以后大路朝天，我们看谁先到终点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以防你乱来。你知不知道，若是司马娇察觉此事，你我都会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。李公子，你可来了，里边请。还在不在？哎，就等您了。哎呦，公子您来了。走开！公子，站住！哎呦，公子！走开！干什么呀？少主，看来是我们认错人了。难不成真是我看错了？走吧。总算躲过一劫。哎，我怎么变成水獭了？看来师祖也在这里。嘿嘿，师祖，刚才是不是你救了我啊？可有受伤？没有没有，幸亏有师祖你在，及时把我变成了水獭，不然我就被施家的人发现，难以脱身了。今日之事有些古怪，恐怕是有人暴露了你的行踪。嗯。方才是谁与你一起出门的？我自己出门的。若琳跟我一块儿去的。你真是愈发放肆了，竟敢对我撒谎！我怕我说了，你怀疑若琳嘛。她毕竟是阴之宫公主，很有可能串通世家。不会的，若琳一定不会出卖我的，我相信她。再说这不也没多大事儿嘛，而且都化险为夷了呀。没多大事儿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你的血是我给的。你若遇险受伤，浪费的是我的血。说到底，嫌我浪费你的血了呗？臭司马厩，成天就知道吓唬我。对了，你不是爱说谎吗？看你如今还如何骗人。司马娇，你把真人之事给我关了！公子，那我的贤哥……祖宗，给点反应啊！我会查明他们的下落的。多谢公子。谢过公子，多谢公子恢复我自由之身。公子定是知晓了我们的苦痛，这才放我们离开的。我将今日视作自己重生之日，特地梳洗一番，迎接这一刻。太好了，就是你这身粉色显得你有点黑。哪怕我碰个梗都会讲出真心话，完全不给我活路。
真无礼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我的穿着。抱歉，抱歉。师祖，你能不能赶紧把这镇焰之事给我解了？就算赤焰城的人法力低微，看不到我额前的法阵，但是我这样一直持续口出狂言下去，他们也会觉得奇怪的，说不定那天就把我群殴一顿，你知道吗？都说了是惩罚了，若有人愿代我之劳，揍你一顿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啊。你这什么小学鸡行为啊？看来你对我的此举很满意，竟夸我为小学鸡。小学鸡才不是什么夸赞呢，说的是你幼稚、无聊、无理取闹。廖廷烨，你快住嘴吧！既然如此，你不妨继续骂下去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这不是您想听真话的吗？您看您给我解了，我再多奉承的话，我都说给您听。哎，虚伪的奉承多无聊，我偏不爱听。奴婢见过公子。那，公子，奴婢能不能留下来？奴婢无依无靠，愿留在严府日夜侍奉公子。不必，我不习惯有人陪着我。你说对吗？我看你挺习惯的呀，昨天晚上不是抱着我睡觉吗？原来公子遣走我们，是因为这位姑娘。没错，我就只愿意留她一人陪我。开不开心？开心谈不上，倒是很惊心。这什么走向啊？剧本里没写啊。我看你是心花怒放吧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其实是一个水獭，他呢也不是真的严公子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愿再做着严家的公子了。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活着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奴婢将会一生祝福公子和姑娘。看到没有？再不给我解开，小心遭到反噬，毁了你的千秋大计。我不知道什么千秋大计，我只知有人骂我为小学鸡。镇焰之事再延期5日。你是不是在心里咒骂我呀？是。那就再加5日。你至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也要将我困在这里。你在这里给我好好反省，不许再想与我分道扬镳之事。我会找到方法，尽快取得司马娇的信任，不会让我们的计划受阻。方法？你在赤焰城多日，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调动廖廷烨极寒之体的方法吧？被我说中了，对吧？姐姐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如今除了取廖廷烨的内丹，我们无路可走了。还有一条路，杀了司马娇。说得轻巧，司马娇是何人？你根本毫无胜算。总会等到机会的。姐姐，你可千万要分清孰轻孰重。师祖，可是你将廖廷烨的行踪告诉师家的？弟子不曾向任何人透露半分消息。你为何来赤焰城寻我们？弟子先前担心廷烨安危，不愿相信师祖您真的将他处死，于是出此下策，用萤虫找到廷烨踪迹。请师祖恕罪。若让
我知道了你有二心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弟子不敢。公子今天不知道要搞什么，先是解散妾室，又叫全府上下清点老爷的家产，怪吓人的。哎，姑娘，我听出府的姨娘说，公子很是喜欢你啊。啊，大家都是做下人的，能否帮哥在公子面前美言几句？哦，让我当个管事啥的，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哥也帮你。谢谢啊，这位哥，看你这模样，能当我叔了吧？我才20出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看你这发际线后移，以为你50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嘴着实不听话。看在公子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真不识好歹。姑娘，嗓子坏了，估计是太累了。你注意休息，我先去忙了。大家能不能别跟我说话了？这短短1天尽得罪人了。啊，让下。轻点啊。哎，师祖，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啊，效果不错啊，不就是真言之事吗？听不到不就不用回答了？有意思啊，廖廷琰。不管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，我都听不见。你身后有池塘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缺德的样子特别帅吧？你诚心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捉弄我？我方才提醒过你啊，你身后有池塘，你自己不听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你现在为了给我找乐子，真是费尽心机啊！为了捉弄我，你这个小学鸡今天也是很努力呢。若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，还玩吗？不玩了，拉我起来。